肚子好饿啊！我总觉得我好像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大壮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？闹闹，我总觉得我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是什么事情呀？让我帮你想一想。你的项链戴在脖子上，没有忘。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我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。不过我知道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想知道水果在哪里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吃水果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我去帮你找。我想吃一个苹果，一串葡萄，一根香蕉，还有一颗草莓。大壮，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件事。怎么了？你也饿了吗？不是，我注意到你刚才说水果的时候用了4个不一样的词。啊？什么不一样的词？你说的是一个苹果，一串葡萄，一根香蕉，一颗草莓。对，水果不一样，词当然不一样。不，我说的不是水果的名称，我是说水果前面那个数数的词，也就是量词，不一样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香蕉就是一根，草莓就是一颗。你别想这么多了，我们快去找水果吃吧，我的肚子好饿啊。可是为什么会是一根和一颗呢？我现在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如果不搞清楚，我去帮你找水果的时候，一定会一边飞一边想这个问题，然后我就会一头撞到树上。我想知道为什么不能是一颗香蕉和一根草莓。停！你说什么？一颗香蕉和一根草莓？听着太奇怪了。闹闹，难道你看不出香蕉是长的，草莓是圆的吗？我当然知道香蕉是长的，草莓是圆的。但是大壮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，把这2个量词换一下，看看会发生什么变化。闹闹，一定要现在玩游戏吗？我的肚子真的饿了。大壮，你就帮我个忙吧。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想明白，我真的没办法专心去帮你找水果。如果我一边飞一边想，撞到树上怎么办？等我们玩完游戏，我马上就去帮你找水果。你想吃什么，我都帮你找。好吧，那我就忍一忍。是玩量词交换的游戏吗？那你先说。好的，我先说，还是刚才那句，一颗香蕉，一根草莓。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画面，香蕉不再是现在这样长长的形状，它变成了圆圆的形状，好像一颗足球。草莓也不再是现在这样小小的很可爱的样子，它变得很长很长，好像一根长长的面包。你发现了吗？量词一换，水果没有变，但是脑子里的画面变了。哇，好像很有意思。那我也来说2个，一粒西瓜，一串桃子。闹闹，你的脑子里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？让我想想啊。我的脑子里现在出现了很奇怪的画面。平时我这种小鸟张开翅膀都抱不住的大西瓜，现在变得只有小豆子那么大，感觉我张开嘴巴，一口就能把它吃掉。然后是一串桃子，哈哈，大壮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在我的脑子里，桃子不是长在树上的，而是被绳子穿了起来，就好像你脖子上的那串项链。哇，桃子项链，感觉戴上去，整个人都会变得很香，很甜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水果前面的那个量词不一样了，因为量词不只是数东西，它也会告诉我们东西大概是什么样子。颗会让人想到圆的东西，粒会让人想到很小的东西，根会让人想到长的东西，串会让人想到很多东西连在一起的样子。真有意思，只是换了一个字，就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画面。是呀，所以量词不能乱用，不然听你说话的人脑子里会出现一幅很奇怪的画面。是呀，我小时候觉得说一个葡萄，一个草莓大家也能听懂，要记量词好麻烦。没想到它们能让人看见不一样的画面，就像有魔法一样，难怪量词这么难。魔法，这个形容还挺有意思的。那除了量词，还有没有其他词也有能让人看到画面的魔法呢？让人看到画面的魔法是很厉害，不过我现在更想要能吃饱的魔法。闹闹，现在游戏算是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
大壮，我昨天听到了一个新消息，森林东边有很多新鲜的水果，我现在就带你过去，你一定能吃得非常开心。知道啦，知道啦，我们赶紧过去吧，我肚子真的好饿啊。大壮，你看这里有很多葡萄，你先拿一串吃吧。太好了，看起来很好吃，我先尝一口。大壮，你前面说好像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现在你想起来了吗？还没有。好吧，没关系，也许过一会儿你就想起来了。可能等我吃饱了就能想起来了。不过，大壮，其实现在我脑子里又有了一个问题，你愿意帮我找到答案吗？这么快就又有新问题了？是什么问题？你看这些葡萄在阳光下看起来是不是亮晶晶的？是呀，亮晶晶的，看着很好吃，吃起来也很甜。大壮，再看看你，你的毛好漂亮啊，摸起来一定毛茸茸的。哎呀，闹闹，你怎么突然夸起我来了？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你快说，是什么问题要我帮忙找答案呀？大壮，如果我把这两个词换一下，会怎么样？啊？哪两个词？亮晶晶和毛茸茸。这两个词我都很喜欢。这就是你要我帮忙找答案的问题吗？我问你，如果我说你是一只亮晶晶的小熊，或者说阳光下有一串毛茸茸的葡萄，你会是什么感觉？闹闹，你在开什么玩笑啊？你就说说你现在是怎么想的。一只亮晶晶的小熊。听到这种形容，我感觉自己身上的毛都在发光，一闪一闪的，好像一颗大玻璃球。放心，大壮，你并没有变成玻璃球。毛茸茸的葡萄就更奇怪了，如果葡萄长满了毛，看起来就不像水果了，那我可不敢吃。而且如果看到一串毛茸茸的葡萄晒在太阳下，我还会忍不住担心它会不会觉得热啊。哈哈，大壮，我就知道你能帮我找到答案。啊？我帮你找到答案了吗？对呀，我脑子里的问题就是，除了亮词，还有没有其他词也有能让人看到画面的魔法？刚才我想了一路都没想出来，但是现在我知道了，亮晶晶、毛茸茸这些形容词也有着能让人看到画面的魔法。哇，你不说我都没发现，真的很神奇。大壮，其实你已经发现了，因为刚刚那些画面都是你告诉我的呀。我以前以为词语就是词语，大家都这么说，所以我也跟着这么说，但没想到其实很多词语都能让我们的脑子里出现画面啊。而且如果用错了词，这个画面就会变得非常奇怪。所以如果说话的人用错了词，听的人脑子里就会出现不一样的画面，两个人就容易产生误会。是呀，所以学习语言，搞清楚词的意思，用对它们，就是为了让两个人脑子里出现一样的画面。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哇，大壮，你吓我一跳。你想起来什么了？我想起来那件重要的事情了。是什么事情？我跟你说一说，看看你的脑子里会出现什么画面。哇，你还要让我猜？那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圆脸、长耳朵、大眼睛，每天都笑得很开心，脖子上戴着红色的蝴蝶结。等一下，你说的这个人不是跳跳吗？他的手上拿着一个红红的、圆圆的水果。我知道了，是跳跳和苹果。现在我脑子里真的出现了拿着苹果的跳跳。没错，我和跳跳约好了一起去摘苹果，我得赶紧过去了，不然跳跳要等急了。闹闹，谢谢你帮我找到水果，拜拜。大家的脑子里有没有什么好玩的画面？欢迎在评论区写出来和我们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，我们下次见。